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这部剧中呢，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徐骁给徐凤年加冠的仪式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冠礼，也是男子的成年礼。那么剧中的冠礼与中国古代实际的冠礼是否相符呢？它的程序上、内容上是否一致呢？这个问题呢，很多朋友呢都很感兴趣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聊冠礼以及与冠礼有关的一干事情。当然了，聊冠礼的同时，也要聊聊女子的成年礼——笄礼。首先要说说什么是冠礼。冠礼呢，刚才说了，就是中国古代男子的成年礼。男子在20岁的时候要实行冠礼，20岁也就被称为了弱冠之年。按照周礼的规定，男子呢应该是接受冠礼以后，才能够参与政事啊、领兵打仗啊，以及结婚生子。这时候呢，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有此疑问，就是很多的君王和政治人物，他们都很早就开始亲政，甚至远远是在20岁以前。那么他们是否接受了冠礼呢？这个呢是这样，男子20岁接受冠礼，这个呢是周礼中的规定，但是呢很遗憾，这个规定呢并没有被执行得很好，因为首先这个冠礼指的是士冠礼，它并不是针对老百姓的，而是针对那些士大夫阶层、那些诸侯甚至是天子。而这些政治人物为了政治的需要，有时候呢，他们就会很早的接受冠礼，以便于他们能够亲政。比如说，周文王是12岁接受的冠礼，而周成王是16岁接受的冠礼。在周朝的时候都没有严格执行冠礼的年龄，更何况以后的朝代呢？而且呀，中国历史上也不是哪个朝代都实行冠礼。到了宋朝的时候呢，据记载，有的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冠礼应该怎么做。后来呢，还是在司马光这样的大儒，以及南宋的程家二兄弟和朱熹的大力推动下，冠礼呢才逐渐的开始恢复。到了明朝呢，也有所发展。这个呢，就是冠礼的大致的一个历史发展进程。关于冠礼的次序呢，就像剧中所体现的那样，分3步加3冠。第一冠叫笄部冠，在剧中是徐骁带着徐凤年到了他母亲的坟前去给他加冠，但实际上加冠的地点呢，应该是在家庙。在剧中给徐凤年加冠呢，是他的父亲徐骁，而实际上应该是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为受冠者加冠。当然了，徐骁到他的夫人的坟前为徐凤年加冠也是别有深意的。而且徐骁呢，大家也知道，他也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人，所以在这一点的处理上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。所谓的笄部冠，就是由一块黑布所制成的冠。那么为什么是一块黑布呢？这是因为呢，在周朝以前，人们并不戴冠，只是用一块白布，然后扎上自己头上的发髻，然后等到祭祀的时候呢，把这块白布染黑，进行祭祀，以示庄重。所以用黑色就是想让受冠者明白前辈的艰辛，让他们不要忘本。加了第一冠笄部冠以后，受冠者就可以至人，可以入仕。如果他是士大夫的话，就意味着他可以做官了。那如果要是天子或者是诸侯，那也就是意味着他可以亲政了。在加第一冠的时候，受冠者呢就应该已经换掉了他未成年时穿的那种彩衣，而换上了成年人应该穿的衣服。第一冠的时候呢，通常是穿黑色的衣服，以配合头上的玄色的冠。加完第一冠以后，受冠者呢要到旁边重新整理发型，然后呢换上另外一套衣服，准备加第二冠。第二冠叫皮辫，皮辫呢就有几块下宽上窄的白鹿皮拼接而成，在拼接的拼缝中要镶嵌很多的珠宝，不同地位的人镶嵌的珠宝的个数是不一样的。
比如说君王，他可以镶嵌12块宝石，诸侯和士大夫就依次类减。在剧中我们看到的皮鞭和《周礼》的记载上有所不同。在剧中呢，我们看到他戴的仍然是一顶黑色的冠，而皮鞭呢应该是白颜色的，形状呢也应该更像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瓜皮帽的样子。而且呢，加皮鞭时候受冠者所穿的便服呢，通常也是白颜色的。中国古代的人呢，还是非常讲究色彩的统一的。在加第一道滋布冠的时候呢，是黑冠黑衣；第二冠皮鞭的时候呢，则是白冠白衣。而剧中我们看到的是徐凤年特意的换了一套黑色的便服。这个我不知道作者是从何考证而来的，反正呢，可能是我孤陋寡闻，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。皮鞭对于北凉和徐凤年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自此以后，徐凤年就拥有了统帅35万北凉铁骑的权利。第3冠应该是爵鞭，也是所有的冠中最重要的一个冠，因为加了这个冠，就代表着受冠人有了参与祭祀祖先的权利。或者说他有了传宗接代的责任，而这一点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，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你当多大的官儿，或者说你带多少的兵。在剧中呢，徐骁没有给徐凤年加爵鞭，而是加了他母亲亲手为他做的一个冠。这对于徐骁来说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，剧中这么安排也完全符合徐骁的性格特点。爵鞭的样子呢，如图所示，它是前小后大，黑体红边。加爵鞭的时候呢，也要配爵鞭服。爵鞭服呢，通常也是黑色的衣，黄色或者是红色的裳。刚才提到的滋布鞭和皮鞭，滋布鞭以后是不会用的，它只是作为一个仪式的一部分，以后呢就算是留作纪念了。而皮鞭呢，如果是士大夫的话，他平时上朝都可以带着皮鞭，而天子平时上朝听政也大多着的是皮便服。皮便服也可用于田猎，所以呢它的用途是比较广的。爵便服是只用于最正式的场合，像刚才提到的祭祀祖先或者婚礼。大家记得在《风起洛阳》这部剧中，百里弘毅结婚的时候戴的冠就是爵鞭。按理来说他的身份是不够资格的，但是因为这是婚礼，所以呢可以往上跃一级，这也是古时的惯例。到此为止，3冠呢就算是加完了。但是啊，如果假设这时候的徐凤年已经世袭了北凉王的话，那他这时候还要加第4冠。第4冠叫玄冕，第4冠是给诸侯加的。如果是天子的话，还要加第5冠，叫衮冕。冕是要比冠要高一级的。我们通常说一句成语叫冠冕堂皇，其中的冕就是指的玄冕或者是衮冕。着冕冠呢，自然还要服冕服，这里的学问呢就更多了，咱们就不一一赘述了。冕与爵鞭从外表上看，一个很大的不同呢，就是在冕上面那个长方形的硬板上，这个硬板呢不叫板，叫檐。在檐的前后呢，悬挂着数量不等的流。所谓流呢，就是类似于流苏那样的，悬挂在眼前或者是脑后，晃来晃去，让你随时处于那种半催眠状态的那个东西。别看那东西看着眼晕，但是呢，还是越多越好。流的数量越多，代表你的级别越高。天子最高可以前后挂12流，共24流；诸侯王太子前后9流；上大夫前后7流，下大夫前后5流。如果这个流没有挂在冕冠上，而挂在了下面的什么位置的话，那就不入流，又可以称之为下流。天子的衮冕呢，也是天子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穿的一种最正式的礼服。
随着祭祀的对象不一样，天子穿的衮冕呢规格也有所不同。只有在祭祀天地祖先的时候呢，天子才穿最高规格的12流的衮冕服。大家记得我以前讲过的刘娥，他在临终之前祭奠太庙的时候，坚持要穿天子衮冕祭奠。当时的群臣呢认为这不合礼制，大家都说不行不行不行。但刘娥呢认为这是他最后的机会，所以呢非常的坚持，一直说就穿就穿就穿。最后双方是达成了一致，刘娥还是穿着天子的衮冕祭祀太庙，但是呢在衮冕的配饰上做了一些调整，取消了几个代表天子的图样，也取消了佩剑，但是仍然保持着前后12流。刚才呢我们说的都是士冠礼，那么民间的老百姓要不要实行冠礼呢？因为冠礼作为礼的一种，它最早也是来自于民俗，所以自古民间也有冠礼的传统的。特别是对那些诗书传家的家庭，依然保持着冠礼的传统。当然了，民间的冠礼呢，与士大夫阶层的冠礼所代表的意义会有所不同。比如说，士大夫阶层加的第一顶冠、资布冠是表示可以入仕、可以治人；而对于老百姓而言，加了第一个冠，就预示着这个男性他要去工作了，要养家糊口。加第二冠皮鞭，对老百姓来说就意味着这个男人已经成年了，他要保护自己的家庭。结婚以后呢，要学会保护自己的妻子孩子，不能见了老鼠比老鼠跑得还快。面对危险的时候，有头皮要上，没有头皮硬着头皮也要上。冠礼以后呢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，在这部剧中呢并没有提及，这个步骤叫做称字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要给受冠人起一个表字，通常呢是由父亲来起这个字。那么为什么古人一定要有一个字呢？这是因为古人的名呢并不适合于社交，名只能由自己的父亲或者是君王来称，其他人如果直呼其名的话，那是非常不礼貌的。所以呢，就有必要有一个字用于同辈之间的社交往来。有很多古人在为自己的儿子取字的时候是非常的用心的。比如说我们知道的韩愈，他的字呢叫退之，愈者进也，退之呢就等于是中和了一下。类似的还有诸葛亮，字孔明，亮与表示谦虚的义孔之名，二者也算是相得益彰。此外呢，还有白居易的父亲为白居易和他的弟弟白行简取的字，白居易字乐天，白行简字知退。这些呢都可以看出父辈的良苦用心，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功夫。但是呢，也有一些父辈呢，似乎对此事并不是特别的在意，感觉上他们在为自己的儿子表字的时候呢比较懒。比如说三国时期的司马防，司马防就是司马懿的父亲，他总共有8个儿子，在给这8个儿子取字的时候，他是能多简单就多简单，就是按照排行，老大就叫伯达，老二司马懿就叫仲达，然后以此类推，8个儿子就是伯仲叔季显惠雅佑，佑就是排行第8，这也就算是封口了。然后呢，后面再加一个达，这样就组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司马八达。据说后来这个8个马达又穿越到了古罗马，合8为1，而且呢还在那里领导发动了一场举世闻名的奴隶大起义。这8个人在那里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，叫斯巴达。和司马防同样犯懒的还有马良和马谡的爸爸，他的5个儿子也是按照伯仲叔季佑这样排列，其中马右长就是那个大家熟悉的失街亭的马谡，这个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马氏5常。
到了现在呢，也有一个五常，是指的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，马氏五常都是亲兄弟，所以呢相互帮衬，而联合国的五常则是相互算计着。还有些字啊，就起得非常的奇怪，让你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起。比如说，南北朝时期，南朝刘宋军中有一名大将叫卢爽，这个人是一个万人敌，非常的骁勇善战。他也有一个非常响当当的字，叫女生。不知道卢爽的父亲为什么给儿子起这样的字，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她是女的生的？是怕别人误会吗？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：满脸胡须、勇猛无敌的卢爽，一边挥舞着大刀砍着敌人的脑袋，一边口中喃喃地唱道：“我是女生，漂亮的女生。”这个画面呢，似乎让人觉得异常的诡异。不光是男子有字，女子也同样有字，只是呢，流传下来的女子的字非常的少。那么什么时候女性才能得到自己的表字呢？那就要说到女子的笄礼了。女子的笄礼呢，一般来说可以分为2种，一种叫做许嫁之笄，一种叫做未嫁之笄。许嫁之笄呢，指的是女子年方15以后呢，如果已经定亲了，等于是6礼中可能5礼已经走过了，就差迎亲这一步的时候呢，要举行一次笄礼。举行完了笄礼，就准备过门了，这叫许嫁之笄。未嫁之笄呢，指的是15岁的女孩呢还没有订婚，她可以一直拖到20岁再实行笄礼，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定亲，20岁之前都要行完笄礼。2种笄礼中最隆重、最正式的就是许嫁之笄。行笄礼的过程啊，跟男子行冠礼的过程呢很相似。只是赋予的意义呢，显然没有男子赋予的意义那么丰富。男子一般是加3次冠，女子也是加3次，分别是笄、钗和钗冠。具体的过程呢，咱们就不详述了。也和男子一样，每加1次冠以后要换一套衣服。女子是在加完笄以后，就是第1个步骤以后，要换一套素衣襦裙。素衣襦裙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，上面是短衣，下面是长裙的那种装扮。加完第2道钗以后，受笄者呢又要换一套曲裾深衣。这套衣服呢，应该是最常见的汉族女子平时的装束。等加完第3套钗冠以后呢，受笄的女子呢，要换一套最正式的，只有在婚礼或者是祭奠祖先时才穿的大礼服。这套礼服呢，叫大袖长裙。大家看有一幅名画叫《簪花仕女图》，其中那个女性的穿着就是大袖长裙，这是非常正式的服装。这个呢，就是相当于男士绝变服那样的正式礼服。这些受笄的女孩呢，在笄礼之前呢，都受过很好的培训，比如说关于夫德、夫严、夫容、夫功方面的，还有呢，就是一些关于女工方面的。即便是你不能绣鸟、绣花，你至少应该学会缝被子吧。不过就这要求，有的女孩还达不到，因为她们没有一个好的老师。这些女工的手艺呢，她们通常是从她们的母亲或者是奶奶这些女性长辈身上去学习。但是如果她母亲和她奶奶都把自己缝在被子里了，那估计这个女孩也就无处去学了。女性笄礼以后也是要授予一个字，比如我们熟悉的蔡文姬，她是姓蔡名衍，字文姬。还有秦淮八艳之首的柳如是，她是姓柳名隐，字如是。如是这2个字呢，是出自于宋朝第1大字练狂辛弃疾的那2句词：我看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看我也如是。还有王昭君，昭君也是她的字，
王昭君呢，有人说她叫王强，其实呢，强这个字呢是宫中的一个官称，就是一个官名，相当于王科长、王副科长的意思。所以呢，王昭君的名字应该是没有记载。王强的意思呢，应该是王室女官。至于她昭君这2个字是谁给她起的，这个呢很难说，也可能是皇帝，也可能是她自己起的。如果女子还没有订婚，就是行未嫁之期的女子是没有字的。大家记得《红楼梦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，是贾宝玉刚见到林黛玉的时候，问林黛玉的名字叫什么，然后呢又问林黛玉有没有表字，林黛玉说无字。这就说明呢，林黛玉那时候呢并没有许配人家。刚才呢咱们提到了很多的三国人物，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，绝大多数的三国人物，甚至可以说是100%的三国人物，他们的名字都是单字。比如说曹操以及曹操的那些儿子，曹植、曹丕、曹冲。顺便说一下，有很多文章中提到呢，曹冲也有一个字叫仓叔。这一点呢，我觉得仓叔应该不是曹冲的字，因为曹冲死的时候只有13岁，还没有举行过加冠礼，所以不应该有字。仓叔很可能只是他的小名，况且如果他真的有字的话，应该也是像曹植、曹丕那样以子开头，比如说曹植的曹子建，曹丕的曹子恒。曹冲呢，会不会就字子高，曹子高？这好像是一个北京小吃。中国时期的人物为什么名字都是单字呢？这一点呢，是要拜王莽所赐。王莽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爱折腾。他翻阅古书的时候看到了有这么一句话，叫春秋鸡2字。这句话的本意呢，是说人不应该有2个名字，就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行不改姓，坐不更名。但是王莽呢，却把它理解成了人不能有2个字的名字，所以他就认为所有2个字的名字都是低贱的，高贵的人只能取1个字的名字。王莽有一个孙子，以前叫王惠宗，后来就被改名成了王宗。后来这孙子犯法，王莽一生气，又把他的名字改回了王惠宗。王莽他不光是改汉族人的名字，连匈奴人的名字他也给改了。当年的匈奴王叫囊之牙斯，按照王莽的指令，4个字只能留1个，所以匈奴王就改成了之。不光是把匈奴王的名字改了，匈奴单于让他改成了强奴扶余，高句丽让他改成了下句丽。经过他这一番神操作以后，长达60多年的西汉与匈奴的友好关系就算是彻底结束了。匈奴与中原之间是重燃战火，生灵涂炭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不管他王莽是从哪个时代穿越过去的，他也是罪不如诛。王莽的新朝虽然只持续了15年时间，但是这个取单字名的习惯却延续了将近200年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三国时期的人取的都是单字名。想想当初王莽做丞相的时候是如何的深得民心呢？可以说是当时的大贤大德之人，但他最终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这呢，又让我想起了白居易的一首诗。白居易的这首诗是送给他的好友元稹的。当时的元稹正受到诸多的诽谤，即使到了现在，也有人说元稹是个渣男。白居易就写这首诗来安慰元稹。诗中有这样几句：侍御要烧3日满，辩才须待7年期。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未篡时。项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？这首诗呢，就告诉我们，不能因一时之欲而视其为君子，
也不能因一时之棒而视其为小人。所以呢，看人看事还是应该按我们经常说的那句古话：盖棺论史定，日久见人心。好的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。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